全红婵的得分爆发力究竟有多强？上一秒还因为207C 的失误，让所有观众为他捏了一把汗，但转眼接近2轮过后，就把张家齐、陈芋汐、陈倩这些顶级选手甩在了身后，抢下了中国教练们看后只能无奈的摇头。纵观整个执教生涯，也没遇上一位如此天赋异禀的选手。优美的空中动作配上神奇的水花消失术，让全红婵在如此内卷的中国跳水队中脱颖而出，成为新生代当之无愧的王者。2021年9月12日，坐标西安奥体中心体育馆内，正在此时此刻，全世界热爱跳水的观众都聚焦于此，只为了这场中国全运会女子10米台的决赛。虽然是属于我们国内的赛事，但却可以代表了世界顶尖的水准。任茜、陈芋汐、张家齐、张敏杰、林珊等等选手，每一个都是令外国队不得不重视的存在。要想在这场比赛里拿上一枚金牌，但恐怕不比奥运金牌的难度低。可就是如此激烈的比赛，因为这位选手的出现，却彻底迎来了改变。接下来，大家搬好小板凳，准备好啤酒、花生、瓜子、饮料，我们准备进入这场精彩的跳水盛宴。首先登场是来自上海跳水队的陈芋汐，第一跳选择107，低难度系数3.0。陈芋汐的第一跳就彰显了顶级选手的水准，漂亮的拿到了76.5分。随后是北京队张家齐的第一跳，选择107，低难度系数3.0。天才少女张家齐的实力也毋庸置疑，同样拿到了76.5分。下面来自四川跳水队任茜的第一跳，同样是107，低难度系数3.0。也出色的拿到了73.5分。这3位选手开场就火力全开，纷纷展现出了强大的战力。然而在全场的欢呼声中，刚刚在东京奥运会中一战封神的全红婵登上了赛场。我们看她的第一跳，选择107，低难度系数3.0。如果说前面3位选手的107逼做了非常出色，那么全红婵的107比的是无懈可击，开场就获得满堂喝彩，得到了82.5分。要知道，在相同的动作下，选手们要想脱颖而出，那是相当的不容易。而全红婵在第1轮就一马当先，进入第2轮，陈芋汐的第2跳选择407，低难度系数3.2。哇，漂亮！这边陈芋汐将战火升级，成功拿到了81.6分。张家齐的第2跳选择407，低难度系数3.2。张家齐的407其身体打开的时机稍微晚了一些，出现一点小瑕疵，最后得到了67.2分。任茜的第2跳选择407，其难度系数3.2。任茜也拿出了奥运冠军的风采，稳稳的再拿81.6分。全红婵的第2跳选择407，其难度系数3.2。这个看台上应该是教练吧。叹服，这就是一种叹服的表现。全红婵的这一跳再次刷新了观众的世界观。水花怎么能压得这么小呢？从慢镜头来看，简直太恐怖了。在水里打到喷气的水花都比这个要大。裁判在震惊之余直接给了94.4分。凭借这个接近满分的动作，全红婵再次拉开分差，领先着第2名陈芋汐将近20分之多。不过别着急，好戏才刚刚开始。我看第3轮的对决，陈芋汐的这一跳选择626，低难度系数3.3。陈芋汐这个地动作完成的不好，在起跳时出现了失误，后只得到了72.6分。张家齐的第3跳选择207，其难度系数3.3。刚刚失误的张家齐在这一跳找回了状态，这一跳的207C完成的真的太棒了。要知道这个动作是许多选手的噩梦，张家齐却拿到了94.05分，接近满分的一跳。小家齐继续加油啊！下面是任茜的第3跳，选择207，难度系数3.3。任茜的这一跳就出现了失误，最后只得到了64.35分。由此可见这个动作的难度。我看全红婵的第3跳也是207，难度系数3.3。这时候的红姐还没有攻克207，同样出现了巨大的失误，最后只得到了59.4分。第3轮结束，张家齐成功反超至了第1名，全红婵紧随其后排名第2。可以看出此时前几位的得分还是非常接近的，大家都以为这场比赛的金牌争夺一定非常激烈。然而接下来全红婵的表现不时吓了所有人一跳。我们进入关键的第4轮，陈芋汐的第4跳选择207，难度系数3.3。陈芋汐率先发难，他的207技术没有张家齐那么完美，但也拿到了79.2分。张家齐的第4跳选择6243，难度系数3.2。张
佳琪彻底打开了自己的状态，一个臂力动作再拿81.6分。任茜的第4跳选择6243，低难度系数3.2，跑得漂亮。任茜也找回了状态，这一跳拿到了81.6分，几位选手表现的都非常稳定。这时候要想反超，要有绝对的实力碾压。我们看全红婵的第4跳，同样也是6243，低难度系数3.2，实在是太轻松了。抛开得分不谈，全红婵的第4跳，这动作都是独一档的存在，整套动作非常轻盈，仿佛一根针掉入了水中，轻轻加松松的拿到了86.4分。4轮战罢，全红婵再次拿回了第1名，而张佳琪仅仅以3分之差排名第2。此时还剩最后一跳，了解全红婵的都知道，这小姑娘绝对是憋着大招呢。让我们来看最后的对决，陈芋汐的最后一跳选择5253，低难度系数3.2，稳稳的拿到了83.2分。张佳琪的最后一跳选择5253，低难度系数3.2，哇，好漂亮，也不甘示弱的拿到了81.6分。任茜的最后一跳同样5253，低难度系数3.2，任茜的最后一跳太可惜了，入水后的水花没压住，后得到了73.6分。接下来就是万众瞩目的时刻，我们来看跳水大魔王全红婵的最后一跳，也是5253，低难度系数3.2的动作，让我们屏住呼吸，千万不要眨眼。实在让人佩服呢。当全红婵入水的那一刻，全场都齐刷刷的发出了惊叹，无一例外的被眼前的这个小丫头给折服了。同样的动作在全红婵这里就能做得如此的完美，这是一正一正看都跳不出一点毛病。一向严格的裁判再次给出了91.2的高分，帮助红姐以413.9的总分在跳水梦之队中脱颖而出。整整领先的第2名张佳琪13分之多，用实力印证了一句话：世界上能打败天使天才的那只有全红婵，绝对是当之无愧的跳水大魔王。全体起立，让我们为全红婵鼓掌点赞，也为我们所有的中国选手鼓掌点赞。注意看，当韩国选手连续以高难度动作拿到高分后，台下的教练和观众难以掩饰的激动。因为他们已经连续领先中国选手梁朝辉足足2轮，如此梦幻的开局让他们的台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希望。他们笃定的认为这次一定可以从中国队的手中抢走1枚奖牌。当他们还在幻想着用什么姿势站上领奖台之时，我们另一位选手张文傲冷冷的走上了赛场。而张文傲接下来的表现直接把韩国队吓出了一身冷汗。2023年8月2日，坐标简阳体育馆，上成都大运会男子3米跳板的决赛在此隆重举行。我们中国队此次派出来自西南大学的张文傲和来自山西大学的梁朝辉。2位中国选手将在此接受来自世界各地选手的挑战，而在外国跳水队方面，也不乏有一些经验丰富、实力在线的选手。其中，韩国选手钟东文在这轮比赛中表现抢眼，被预赛的排名仅次于中国队，而且他曾经还参加过奥运会的比赛。除了中国选手以外，这个钟东文的实力确实是不容小觑，所以这一次韩国队才有底气和中国队叫板。我们2位中国选手会给他们机会吗？让我们一起进入精彩的比赛，一看究竟。首先迎面走来的是美国队，小伙子长得确实帅，就是不知道技术怎么样。哎呦，还可以哦。虽然说这套动作的难度并不高，但从呈现的效果来说，小伙子的基本功还是不错的。最后拿到了64.5分，随后是澳大利亚选手。看来大家今天的状态都不错。澳大利亚选手的这一跳同样得到了64.5分。中国选手梁朝辉的第一跳。梁朝辉的第一跳虽然没有火力全开，但也稳扎稳打到了74.4分。下面就是韩国选手钟东文的第一跳，可以看出这个钟东文的基本功还是十分扎实的。第一跳就引起了台下韩国妹子的疯狂尖叫，最后出色的拿到了75.95分，反超了梁朝辉，排到了第1名。看到韩国队来者不善。最后出场的中国选手张文傲若有所思，他的心里显然有了答案。太漂亮了！张文傲的第一跳，他选择了难度系数3.4的动作，并且拿到了86.7分，成功将韩国队刚刚起来的气势给压了下去。第1轮便取得了10分的优势，排在第1位。那韩国队显然不会这么轻易的松口。我们看第2轮的比赛，美国队的第2跳选择305，低难度系数3.0。果不其然，小伙子还是愣了脸，第2跳便出现了一个低级失误，最后仅得到了49.5分。不过看在帅的份上，还是原谅了。澳大利亚选手的第2跳选择5152，低难度系数3.0。同样
样在入水的角度上出现了很大的偏差，最后只得到了54.00分。两位外国选手的接连失误比较可惜。在这一轮的比赛中，一轮跳得好，并不代表什么，持续稳定的输出才是王道。我们看中国选手梁朝辉的第二跳，选择205，B 难度系数3.0。梁朝辉的这一跳真是吓死个人了，由于身体打开的太早，差一点出现了失误，还好在入水前及时挽救了回来，最后依然得到了75.00分。由此可见，梁朝辉身体的控制力真是相当恐怖。看到中国队发挥出色，台下韩国选手迫不及待地登上了赛场，他们的第二跳直接选择5154，难度系数3.0。韩国选手还真是有几把刷子，这一跳竟然完成的还不错，最后拿到了76.5分，再次完成了对梁朝辉的压制。我们来看中国选手张文奥的第二跳，选择407，难度系数3.4，简直太轻松了。张文奥同样用一个难度系数3.4的动作来回应韩国队，不过我们的动作质量可是比他们高了几个档次，不费吹灰之力的再拿86.7分。第二轮张文奥再度拉开差距，不过韩国选手表现也非常稳定，依然力压中国选手梁朝辉2名。难道韩国这次真的势在必行了吗？我们拭目以待。美国队的第三跳选择107，即难度系数3.1。哎呦不错，美国队这一跳很不错，水花压的也是非常漂亮，成功拿到了69.75分。澳大利亚选手的第三跳选择107，其难度系数3.1。澳大利亚选手也不甘寂寞的拿到了65.1分。中国选手梁朝辉的第三跳选择407，其难度系数3.4。太棒了，太棒了，这才是真正的强者。在连续落后2轮的情况下，梁朝辉的心态并没有乱，这一跳407稳稳拿到了81.6分，成功将压力甩给了韩国队。而求胜心切的韩国选手第三跳直接选择了5256，低难度系数3.9的动作。我们来看韩国队可以如愿吗？果然不出所料，韩国选手这一跳盲目的选择了大难度动作，最后直接玩劈叉，仅仅得到了60.45分。而接下来上场的张文奥却有着自己的节奏，他的第三跳选择307，难度系数3.5。哇，漂亮！简直太厉害了！在张文奥的眼中，对手真的只有自己，他不断的加大难度，挑战自己的极限。一个难度3.5的动作，再次拿到了92.75分，刷新了单跳最高分。此时的张文奥显然已经进入了无人之境，以266.15的总分鹤立鸡群。不过第二名的梁朝辉却仅仅领先着韩国队20分之多。落后的韩国队会善罢甘休吗？我们来到第4轮，美国队的第4跳。小伙子虽然动作难度不高，却一直很稳定，这一跳再次得到了67.5分。澳大利亚选手的第4跳，这一跳有点失误了，48.00分。中国选手梁朝辉的第4跳，压抑了整场的梁朝辉迎来了爆发。这一轮难度系数3.8的动作直接轰出了91.2分，也将韩国选手推至了悬崖边上。不知道这下韩国队还笑得出来吗？我们来看他们的第4跳。韩国选手最终还是顶不住这巨大的压力，他得到了49.5分后，银牌的希望离他们是越来越大。下面中国选手张文奥的第4跳，他直接选择了难度系数3.9的动作。很显然，此刻张文奥已经在享受比赛了。这一跳虽然出现了一点小瑕疵，但毕竟是难度天花板的动作，最后还是拿到了81.9分。此时的冠亚军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已经把比赛上升至了艺术的高度。大家非常好奇，两位中国选手会用怎样极致的表演来结束这场比赛呢？让我们擦亮双眼，一起进入最后的精彩时刻——美国队的最后一跳。再次得到了69.7分，澳大利亚选手的最后一跳。找回状态得到了68.00分，中国选手梁朝辉的最后一跳。哇，漂亮！梁朝辉也是慢热型选手，越战越勇的拿到了81.6分，为中国队提前锁定一枚银牌。韩国选手的最后一跳。韩国选手在最后时刻灵光乍现，达到了67.5分，在两位中国选手的手下斩获了这枚宝贵的铜牌。接下来就是本场比赛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来看绝对王者张文奥的最后一跳恐怖如斯的109，C 难度系数3.8。
没有问题。问您厉不厉害？最后时刻，张文傲祭出绝招无敌篝火轮，直接把所有人看得呆掉了，确实是厉害。普通人原地转这么多圈都得头晕，而张文傲竟然还能将水花压得如此之行，这孩子怎么玩？妥妥的降维打击啊！毫无疑问，这惊人一跳直接轰出了102.6的超级高分，助中国队以130多分的优势拿到金牌，简直太变态了！让我们为两位王者鼓掌点赞，你们真是我们的骄傲！